朋友们，请现在停下你正在做的事，认真听我说。如果你或者你的父母年纪在60岁到80岁之间，请你立刻停止往银行里存钱的动作。这绝对不是我在吓唬你，这是一个关乎未来几十年生活质量的紧急提醒。几十年来，我们华人都坚信一句话：钱放银行最安全。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银行内部从来不会公开说的秘密。对我们60岁以上的长辈来说，这个最安全的地方正在变成悄悄吃掉你养老钱的黑洞。你的血汗钱每天都在变薄，你以为拿到的那点利息根本赶不上它偷偷消失的速度。今天在健康之道这个频道，志玲我会彻底揭开这背后的惊人真相。更重要的是，我会手把手教你3招实实在在的方法，让你管好自家的养老钱，让这些钱真正为你工作，而不是躺在银行里慢慢蒸发掉。这期内容关系到你未来20-30年的日子过得舒不舒心，我强烈建议你一定要看完。如果你觉得这个话题重要，请马上帮我点个赞，让平台知道你想看这类信息。一定要订阅健康之道，打开小铃铛，这样你才不会错过任何关键的理财保命知识。好，我们直接说重点。为什么我劝60岁以后就别再傻傻的把所有钱都存成银行定期或者活期了呢？第一个扎心真相就是，你的钱正被一个合法的小偷光明正大的拿走。这个小偷名字叫通货膨胀。我跟你讲个真事，我认识一位陈阿姨，一辈子省吃俭用，特别会过日子。20年前她退休的时候，手里攒下了25万块钱。那时候这笔钱是什么概念？在她老家那个城市，一套很不错的房子也就20万左右。陈阿姨觉得这25万够她养老了，就像我们大多数人会做的那样，她把钱全都存进了银行，觉得有利息拿最稳当。20年过去了，陈阿姨现在快80岁了，那25万加上利息，我们算她变成了40万，听起来好像还多了15万，对不对？可你再看现在的房价，当年20万的房子，现在没有200万根本买不下来。陈阿姨的钱从能买一套房加一点装修，变得只够买个厨房了。这就是通货膨胀厉害的地方。银行给你多少利息？一年 1%、2%， 顶天了 3%。可我们实际的生活成本每年涨多少？粮油、肉蛋、看病买药、水电煤气，哪样不是每年涨个 5%、6%， 甚至更多？你算笔账，假如你在银行存1万块钱，利息 2%， 通胀 5%， 那你实际上每年净亏 3%。你的钱，你的购买力就在这种无声无息中被稀释掉了。银行内部怎么看待我们这些老年储户呢？他们有个专业术语叫低成本稳定资金来源。什么意思？就是说银行用 1%、2% 的利息把你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钱吸收进去，然后转手用 6%、8%甚至更高的利息贷款给企业，贷款给买房买车的人。银行在中间用你的钱赚走了巨额的差价，而你作为钱的真正主人，只分到了那一点点可怜的连物价都跑不赢的面包渣。这就是银行的生意模式，它可不是慈善机构，它开门就是为了赚钱的。当你把所有钱都放在活期定期里，你其实就是在用自己的养老钱去补贴银行的利润表。第二个可怕的陷阱是，你以为的安全正在让你失去真正的安全。很多叔叔阿姨会说，通胀就通胀吧，我不管那么多，我只要本金安全，钱放在银行，至少数目还在。这个想法在过去经济好的时候也许没错，但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低利率时代。更可怕的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风险是什么？不是投资亏钱，是我们最怕的生病住院。我再讲个真实例子，有个吴伯伯，67岁，身体一直挺硬朗，他把几乎所有的积蓄都存成了银行的3年定期，因为3年期利息比1年期高那么0点几个百分点，他觉得这样存很聪明。结果去年秋天，他突然心梗，要立刻做手术，医院让先交18万押金，他老伴急急忙忙跑去银行取钱。你猜银行怎么说？阿姨，这是3年定期，还没到期呢，您现在非要取也行，但算提前支取，所有利息只能按活期算。吴伯伯这笔钱已经存了2年零10个月了，眼看再等2个月就能拿到全部利息，这一提前取，好几万的利息啪一下就没了。这就是银行的规矩，白纸黑字写着的。我们再往坏处想想，
万一吴伯伯需要的是一笔更大的钱，而银行因为系统升级、节假日或者更极端点，虽然可能性小，但不是没有。遇到银行暂时取款困难，告诉你今天取不了这么多，您得预约，那可怎么办？病魔会等你预约吗？很多老人就是为了那多出来的 0.5% 的利息，把钱死死锁住了。他们牺牲了最重要的东西，叫做流动性。人过了60岁，钱的流动性，也就是你能不能随时把它拿出来用，和本金的安全是同等重要的。你把所有的钱都用定期的形式锁在银行，你以为安全了，可当你急着用钱救命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不是保险箱，那是手铐。第三个隐藏的大坑，你正在成为金融推销围猎的头号目标。我们很多长辈特别信任银行，一走进去就觉得里面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都是专家，都为自己好。但你有没有发觉，现在你去银行存钱，那个客户经理是不是总跟你推荐别的产品？阿姨，别存定期了，利息太低，看看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年化收益保证 5% 以上。大爷，您这笔钱买个分红保险吧，既有保障，每年还能拿钱，多划算。这些客户经理身上背着非常重的销售任务，他们本质上不是你的理财顾问，他们是销售员。他们推荐给你的往往不是最符合你需求的，而是他们提成最高的、最好卖的产品。我见过太多让人心疼的例子，一位老太太攒了一辈子，有80万，本来只是想安安稳稳存个定期，结果被客户经理一番贴心规划，耳朵一软，买了个什么复杂的结构性理财，或者一份要放15年的保险。回家跟儿子、女儿一说，子女上网一查，才发现那个产品根本不保本，或者那个保险15年里根本拿不出钱来。这时候想退，对不起，要扣掉一大笔手续费，本金都要损失。老人在银行这个他们最信任的地方，被他们最信任的专业人士给营销了。他们利用的就是老人对金融信息了解不够，利用的就是老人对银行那种天然的信任，再加上对钱贬值的恐惧，三重夹击。听到这，你是不是觉得后背有点发凉？我们辛辛苦苦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下点养老钱，怎么就这么难呢？放银行被通胀偷偷吃掉，存定期又怕急用钱10倍锁住，去趟银行还得提防被推销，那到底该怎么办？别着急，志玲我今天既然把问题都摊开说了，就一定会给大家实实在在能上手操作的解决办法。在我讲这3招之前，我真心恳请大家，如果你觉得我刚才说的这些还有点道理，请帮我一个忙，点击一下订阅按钮。你的每一个订阅都是支持我继续为大家说真话、讲实话的最大动力。同时，我想在评论区问问大家，你或者你的家人有没有在银行被推荐过原本不想买的理财或者保险？请在下面写个有或者没有，或者简单说说你的经历，我保证每一条留言都会认真看。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说重点，到底该怎么管好咱们的养老钱？这3招你今天听明白了，马上就能用起来。第一招是给你家的钱修一道防火墙，也就是准备好紧急备用金账户。从今天开始，咱们别再把所有的钱都混在一起放在一个账户里了，我们要学着把钱分成不同的几份，各有各的用处。第一份也是最要紧的一份，就叫紧急备用金。这笔钱是干嘛用的？就是专门用来应付突发状况的，比如突然生病要住院，家里冰箱空调坏了要换，或者子女遇到急事需要周转一下。这笔钱必须满足2个铁打的条件：第一，绝对安全，不能有任何亏本的风险；第二，随时能取出来用，流动性要特别好。那么这笔钱该准备多少呢？志玲，我给你的建议是，准备够你和你老伴6个月到12个月的日常生活所有开销。比如说，你们老2口1个月所有的吃饭、水电、煤气、物业费、固定药费加起来要花4000块，那么你的紧急备用金就应该准备24000到48000左右。这笔钱你千万别拿去炒股，别买任何理财，更不要去存3年5年的定期，你就把它放在2个地方。一是银行的活期存款里兑，这部分钱我们宁愿不要利息，也要保证它能随时拿出来。二是可以放在那些大型靠谱的基金公司的货币基金里，这种基金很多都能实现 T+0 或者 T+1赎回，就是今天卖，明天甚至当天前就能回到账上。这种货币基金风险极低，
利息比银行活期高一些，用起来也很方便。这笔紧急备用金就是你的财务防火墙，有了它，你心里就踏实了。不管发生什么意外，你都不需要慌慌张张去提前支取没到期的定期存款，也不用拉下脸去找亲戚朋友借钱。第二招是给你家的钱打造一只会下金蛋的母鸡，也就是构建一个对抗通货膨胀的投资组合。好，假设你手里一共有40万养老钱，你已经按照第一招拿出了4万块作为紧急备用金，那么剩下的36万怎么办？这36万就是我们用来打败通货膨胀的主力部队，我们不能让它躺在银行里睡大觉，眼睁睁看着它贬值，我们要让它动起来，变成一只能持续下蛋的金鸡。对我们60岁以上的朋友来说，这只金鸡的目标不是追求暴涨发大财，而是追求稳定和持续。我给大家2个比较稳妥的方向参考。第一个方向是选择稳健的债券或者国债。如果你是非常保守，一点风险都不想担的人，那么你至少可以去买国债或者银行发行的大额存单，他们的利息通常比普通定期存款要高一些，而且有国家信用或者银行信用做担保，安全性是非常高的。第二个方向是我特别想跟大家详细说的，就是关注优质的高股息资产。什么叫高股息？就是指那些非常成熟、经营特别稳定、每年赚钱能力很强的大公司，比如负责咱们家里自来水、供电、供燃气的公司，或者你每天都要去光顾的大型超市，卖生活必需品的巨头，还有那些大型的国有银行。这些公司因为他们已经过了需要疯狂扩张的年纪，所以每年赚了钱就愿意拿出很大一部分，以现金分红的形式发给买了他股票的股东。你买了他的股票，你就成了他的股东，就能享受这个分红。我举个例子，比如一家非常稳定的铁路公司或者高速公路公司，它的股票价格可能一年到头都不怎么大涨大跌，但它每年都稳稳的给股东分 4% 到 5% 的现金红利。你看看银行定期才给 2% 左右的利息，这个每年能给你 4% 到 5% 的现金回报。你可以把36万里的一部分用来买入这种高股息的公司股票，或者专门投资这类公司的基金，也叫 ETF。 这样你每年就能收到一笔实实在在的现金分红，这笔分红就是你新的更高的利息，它有很大机会能跑赢银行存款利息，也能跑赢通货膨胀。这就等于你养了一只会下金蛋的母鸡，它每年到了时候就准时给你下一个金蛋，这笔钱就可以作为你养老金的一个很好补充，让你的生活质量不受影响。第三招也是最关键的一招，给你自己买一个护身符，也就是通过保险把最大的风险转移出去。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老年人最怕什么？最怕生大病，尤其是一场需要进 ICU 的大病，一次大的心脏手术，或者万一不幸需要长期卧床护理。这些情况完全可能在短短几个月里花光一个普通家庭攒了一辈子的积蓄。你前面做的所有理财规划，在这种灾难性的医疗开支面前都可能被一下子击穿。所以我们的第三招不是教你怎么赚更多钱，而是教你怎么保命，用你一小部分钱去买真正的保障，也就是保险。这里要注意，我们不要去银行买那些掺杂了投资功能的分红险、理财险，那些本质是投资，不是纯粹的保障。我们要买的是2类实实在在的保障型保险。第一类是医疗保险，特别是现在市面上常见的100万医疗险，这种保险一年保费就几百块到1-2千块，年轻人更便宜。但是万一你生了大病，需要花费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在医保报销完之后，剩下的医疗费绝大部分可以由保险公司来承担，这等于是你用几百块钱撬动了几十万上百万的救命钱杠杆。第二类是长期护理保险或者重大疾病保险，如果你年纪相对较轻，比如刚60岁出头，身体还挺健康，可以去了解一下重疾险。重疾险是如果你确诊了合同里约定的重大疾病，比如癌症、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等，保险公司会一次性赔给你一笔钱，比如30万、50万。这笔钱你可以自由支配，可以用来治病，也可以用来做康复疗养，弥补生病期间的收入损失。而长期护理险是当你因为年老或疾病导致生活不能自理，需要人长期照料时，
保险公司每个月或每年给你一笔钱，让你有钱请护工或者支付护理院的费用。很多长辈舍不得花钱买保险，觉得这是白白扔钱，这个观念真的得改一改了。保险其实是现代社会最伟大的金融发明之一，它本质上不是投资，它是一种风险转移的工具。你每年拿出几千块钱交给保险公司，你就把那个万一得了大病、倾家荡产的巨型风险转移给了资金雄厚的保险公司。你守住了你的大部分本金，你那剩下的30多万养老钱才能安安稳稳地放在那里，为你下金蛋，保障你晚年生活的基本盘。朋友们，今天在健康之道频道智龄重点和大家聊了养老钱的规划。时代不同了，有钱就存银行的老观念需要更新了。银行未必是养老钱最理想的地方，通胀在悄悄侵蚀购买力，定期存款可能困住急用钱，个别销售也可能打你本金的主意。过了60岁，我们必须停止盲目存钱，要像精明的管家一样重新规划。请记住这3招：第一，建立家庭财务防火墙，备好6到12个月生活费的紧急金，随时能取用。第二，打造能下金蛋的母鸡，把主要资金配置到能跑赢通胀的稳健资产，比如国债或分红稳定的大公司，让钱生钱。第三，佩戴好财务护身符，用部分预算买购医疗和长期护理险，转移大病风险。你的养老钱经过这样科学配置，才真正安全，这才是晚年该有的智慧和底气。辛苦一辈子，不是为了最后20-30年还为钱提心吊胆。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请帮我做3件事：一、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是支持我创作的最大动力。2、到评论区留言，听完后你打算先检查家里哪部分钱，紧急金、投资还是保险？我们一起讨论。3、点击分享，把视频转给家人、朋友和关心的长辈，帮他们守护晚年，也是让自己的家庭更安稳。最后再次提醒，这里提到的任何投资方向都不是具体的推荐，投资都有风险，大家一定要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资金情况和风险承受能力独立决策，谨慎选择。但这个用稳健生息资产代替单纯存款的思路，是我们每位长辈都应该了解和建立的理财新观念。